本节目由痛快中国燃的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。早晨，阳光照亮13朝古都的西安城，明城墙周围人声鼎沸，随便在城墙根儿跳个广场舞，仿佛也被厚重的历史默默的祝福。一大早，做秦腔盔头的小五从书院门出来，哼着戏，悠哉悠哉地去买材料。确实，你目测就能感觉大雁塔往右斜。演员白宇一直盼着回西安，今天终于和朋友碰头。小时候我就上城墙的时候，咱都是翻啊，不是让你爬吗？对，来爬，算了吧，破坏文物你，我跟你说你。晚上，笑雷去城墙根的酒吧说脱口秀，一路上碰到的新鲜事儿都会变成他的段子。有请笑雷。一说西安，第一句介绍是什么？我们西安人介绍跟西安本身没有关系，都是那些过去留下来的东西，1000年的古都，悠悠的文化，都是这种。这就跟你跟我介绍，你找了一个女朋友，你找了个男朋友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第一天见你叫什么？我叫张明，那也就是误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给大家看一下西安美丽的夜景。夜晚的西安更像长安，仿佛一座骄傲的大唐古都徐徐醒来。对外地人来说，西安的奇妙是一古一今，闹市的脚下就踩着长安的繁华。而对于白宇来说，回家难得的放松感才是西安不可替代的奇妙。你咋还拿了个帽子啊？人手5块，揍不？每次回西安，白宇跟发小都要约着见面。去年10月份吧，你拍完那个重庆那个长夜难明。沉默真相，对，你回来了2天，对，巨疲惫那次，一看脸就不对，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那种，就感觉不对。其实没事运动一下还是比较放松的、发泄的。确实是。虽然我不运动。我那天给关说，咱们去冲浪吧，就光着膀子去冲吧。关跟我说他2天没吃饭了，然后说哎，叫吧，万一要露肉了，你说我这白斩鸡。不是这家吗？是那个吗？是那家吗？有家高炉烧饼，白宇从小吃到大。这次回来发现找不到了。不是一家啊，不是一家。好在一直吃的羊肉泡馍还在吗？好友小明已经站好了位。你都掰上了。小明现在是废了。小明确实这么爱健身的，这几个月也不出去健身了。重新开始了。你回来之前，我都得先提前练上个3天。你这一回来，我都知道你的流程：面泡馍，面泡馍烤肉。烤肉必须得回来先把我自己先体重先往下压一压，然后你再给我升一升。对西安人来说，吃机器切的馍是堕落的。白宇和朋友示范正宗的掰馍手法。其实掰馍的过程是一个在积累饿的程度的这个一个堆积的过程。掰馍的过程是一个让你不玩手机谝的过程。你想嘛，那老头下午4点多就开始掰馍，掰到7点啊，开始那还得喝2两。对，喝。边喝边吃嘛，边吃凉菜边掰馍，边谝着。拿一个那个歪脖子，西凤，也找个那老伙计，2人过来，1人2两，1盘凉菜，1人2馍。掰2个小时，掰2个小时，真掰2个小时开吃。馍掰的不错呀。哎，你的掰馍掰的都还行，你掰的也不算大。每个西安人对掰馍都有精确到颗粒的信仰，看似谈笑风生，实际上是一场饭桌上的华山论剑。打个80分。一会儿把你的跟我的分开啊！你经历过这种换馍的没？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的馍啊！没有别的想法，你不要想。那不一定。哎呀，我比你少太多了，这一眼就能看出来这。你别把行换了啊！我看着了。
是干的，口汤吧，加蛋，加个蛋，加个蛋。那这个擀包，你这个干。那你俩等一下。稍等，一会儿拿过去。啊。少来，拿好了。哎呀，哎，他没给我牌子吗？就这，老板跟你商量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老板就跟他商量好了。不是你那太多了，我也吃不了。在西安，万物可泡馍，羊肉泡馍已经不能满足西安人狂野的想象力。重口味料理葫芦头泡馍令下水爱好者颤抖。卤汁凉粉泡馍，泡馍与凉粉刚柔相济。芥末与油泼辣子的交锋，暗黑到令味蕾紊乱。胡辣汤伴侣在河南是水煎包，到了西安也变成了泡馍。你来盛一会儿吧。吃一碗胡辣汤泡馍，活着买到的牛皮纸。小五哼着戏，哩个楞地回到了工作室。霍耀武，人称长安盔头武，12岁在艺校学习，从此对做盔头燃起兴趣，一扎进去就是20年。来个精神食粮。曾经辉煌的戏曲归于平淡后，为角儿制作盔帽的手艺更加落寞。全国专业做这个的寥寥无几。34岁的小武是这门古老技艺一位年轻的继承者。脚踩大唐西市淘来的玉枕，用着师傅传下来皱巴巴的小锅熬出来的骨胶，小武跟着秦腔的鼓点慷慨激昂，最考验手艺的栗粉也一气呵成。这上次给哪做的？人家那个演员他1.9米高。小武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收藏老戏服，本就不大的工作室还硬被他挤出一块地方展示藏品。这个尺寸就刚合适，你说马派就这味道，你这四进士就是这个。今天，一个在北京学京剧的学生专程来西安，找小武借戏服拍剧照。这都不能拿硬刷子刷，硬刷子坏了。不是，它上面全是脆的，这一摞从收回来还没抽过门呢。难得有年轻人喜欢戏曲，小武慷慨地借出了珍藏的民国戏服。勒头肯定得我去。哦，得你去好。那肯定我得去，那你说吗？对。这老折子老印儿，脆弱的很。那真丝你看，不是你稍微给你穿的时候没提好，一拉扯了。哦。你脱的时候拉不好，一拉一拽扯了。慷慨是真慷慨，心疼也是真心疼。戏服据说是马连良的，所以小武必须得跟着去，只有自己打点着才放心。帮演员勒头穿戴，行话管这叫伺候角儿。小武是戏痴，哪怕只是帮一个学生穿戴戏服，蹲地上烫衣服的他也神采飞扬。衣服烫坏了没事，人烫坏了事大。你这衣服烫坏了事。我有好人。眼睛别瞟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你先把脚底下找啊，对，脚底下。哎，你那的这脚那时候不知道咋来呢。哎，对。你松弛下来啊，有点绷了是吧？啊，别绷着啊，好，了解。哎，别绷着，越自然越好。越自然越好。哎呀。眼睛瞪着呢，不行。啊，眼睛瞪，那你不瞪，来走一张。戏痴的痴是不疯魔不成活，虽然只是一个伺候角儿的，但小武对戏是有标准的，因为他看过太多好的。到了。我觉得人还是随过来，应该稍微给这看一点，哎，给我这看一点，哎。你啥时候给你自己整？不论是他是专业演员也罢，票友也罢，我跟他在一块交流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为剧中人在服务。
虽然说是今天只是拍照，你穿起服装，戴着盔头，哎，那你扮的还是剧中人。演员呢上台以后在塑造人物，我在后台呢也在塑造人物。乱成。别乱。好。这样有请邵雷。好了，各位好，我是小雷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哎，大家好，非常棒啊！今天晚上大家过得开心吗？开心。怎么会开心？我还没有上，你开心什么？虚伪啊，真的是哎。笑雷曾是陕西家喻户晓的电台主持人，辞职后创办了糖蒜铺子，成为西安脱口秀的开拓者。身为一个地道的西安人，笑雷屡屡在脱口秀中戏谑西安人，却也以能把不苟言笑的西安人逗笑为傲。西安人身上的毛病真是超多的。我不能说我很善于总结西安人，但是我觉得西安人身上有无数莫名其妙的点特别值得吐槽。比方说，西安人关注任何事物，他们身上的关注点永远和常规正常一点的人都不太一样。就拿这个地铁来讲，西安的2号线挖了多少地铁？呸！地铁挖了多少？挖了多长？然后挖出来多少东西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报道上一报道，几千个墓，几万件什么文物交上去了。西安人，你看哪个媒体报道？没有，不报道，为啥？没意思。西安人不感兴趣。西安人一看说：“哎呀，这咋又挖墓了？换个台啊！”我们太不在乎这些东西了，我们完全不 care 说是西安挖出什么东西，但这些东西对吗？不对。你看看老外看见我们的钟楼、鼓楼牛吗？老外，哇哦 ，Build Tower， 哇哦，拍照，爱不你？陪老外，咦，你看这老外刮风，你看。咦，这胳膊上毛还挺长。你们去过陕历博吗？有去过吗？最近有人去过吗？啊？陕西历史博物馆，非要说全称是吗？就我说你，哎，你好，我来自中国，哪儿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陕西历史博物馆，最近这2个月有人去过吗？没有，你们真的应该去一下，这是这个城市的骄傲，里面拥有着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至高无上价值的宝物。就那么一个兽首玛瑙杯，兽首嘛都听都没听过，刷出个兽首玛瑙。你看，你在里面看2个老外在一块聊，你会发现老外在聊文物的时候，老外几乎很少做交流，老外都在记录 recording。然后你会看到外地人就是这样，哦，就哎呦这个哇，这个怎么这么东西啊，我的乖啊，都是这种。只有西安人太爱钱了，俩西安人在一块聊天啊，除了聊这个价值，就是聊这个东西搁哪儿来的，俩人能聊一宿。2个西安人，咦，哎，这从哪儿来的？这个人挂着，你看地下这写着何家村。何家村在哪儿？开始了，何家村都不知道。我上回我带你吃过牛肉拉面，你要点了个儿媳，咱从汉光路看到拐过去我一骗子，人家那一骗子都叫何家村。这就是你媳妇当时说结婚的时候说是咱要不要走回头路，你让我从盘道往西拐了一下，拐过去我一片到何家村，哦，我是何家村哦。那何家村能聊半天。西安是一座博物馆之城，120多个博物馆见证了古都的繁华气象和骨子里的骄傲。陕历博是世界博物馆中的顶流，从最早的虎符到顶级唐三彩，不少教科书里的藏品都能在这里一睹真容。蛋蛋是个因为喜欢历史而留在西安的年轻人，这是他做志愿讲解员的第10年。这一件很有意思，这件虎符，哎，对，虎符，就是男生们都很喜欢啊。这个象征着这个调兵遣将的这个将军令嘛。对，它是一半放在地方上，一半放在这个中央。当中央要你排兵的时候，放在一块儿，这个叫什么呢？符合。我们说的符合这个词儿就在这儿来，跟这个文物有关。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什么呢？合同。啊，我们今天盖的七凤章啊，合同就跟它有关。所以其实你说陕西的这个历史文化，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，其实在骨子里面文化上来讲，他都是陕西人。对。你用了很多的词儿、典章、制因为统一了文字嘛，都有关。所以作为老陕就是特别骄傲，就是这一点。是，确实。你天然人家觉得你有历史文化。其实相比于唐，我有的时候会更喜欢汉，汉代人那种热血，这就是霍去病墓前的一件石刻啊，它一件复制品，叫做马踏匈奴。马踏匈奴。
对我当时演的就是这个被踏的匈奴。碑林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马踏汉人。啊，那个马是放在那个匈奴人，是匈奴人雕的。匈奴人说你们弄个马踏匈奴，我们弄个马踏汉人。确实。所以我经常开玩笑，我说我们陕西人如果历史学不好的话，用我们陕西话来讲是什么休想啊！对不起我们老祖先。对，因为这些历史就发生在你家后院啊，你家前院。西安现在不是好多地名都保留着唐代的叫法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西安不能轻易改地名，一改咱就历史改的没历史没文化。对。啊，你可以找找你家在哪儿。我家。你看钟楼在这儿对吧？你看你差不多用咱们的话来说，你那会儿就住到唐朝国务院里面啊，政府大院。好，你住那儿，你知道我住哪儿吗？我住这儿。再见。穷人再见，不会跟你做朋友。没有。白居易来我们西安工作了10几年，当公务员，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，终于在西安买了一套房，买到哪儿？在这儿。距离这个上班的地方很远。对，是。啊，所以人家住在里面，说像那个，你看我们非常熟的永新坊，你看那个永新这2个字。魏征呢，当年就住在这儿，所以你看4点半上班，他4点起床都来得及。白居易不行，白居易2点就得起门，很辛苦。对。今天的这个西安呢，压根儿就是直接在唐代的那个西安城的时候经常盖起来的，所以西安的这个施工工地挖着就变成了考古工地。对，是。看似云淡风轻的描述，却不经意瞥出身为西安人的自豪感。说不定你们家这个院子里面也能挖出个何家村来。好久都没见你。对。哦，对，因为回来上嘛。就是，哎呀，还想着你这要多来，你这还是行，那我就给弄面。行，可以。好。经常搁这儿吃。对，就是近几年回来之后，跟发小们，辣子香菜正常哦。来嘛，都来。你呢？你是？我都一样。去北京这么多年，还是没变这个爱吃面的这个习惯。不可能变。这东西你从小你就吃面，你不可能说是因为去了一个城市就改变自己。还是老话说啊。哎，泡着你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慢用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他们家这个量很足啊。量非常足啊。太爽了。说实话，小时候的西安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我现在西安，说实话，我去了北京，去了上海，去了很多别的地方，我还想再回来的生活。你这慢慢开始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可能我这一辈子，是不是可以为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再去活一次？你说太对了，我其实今年刚30。我29岁的时候都没有觉得自己30岁会有什么不一样，就尤其是我觉得，说实话，以前我是一个比较在乎别人感受的人，但是后来我30岁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，你要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就这个东西一直在就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儿啊，首先我会去考虑自己，你真的想做这件事吗？你真的要去做这件事吗？我先会考虑自己，这个其实也许就跟我说的我刚才拍的那部剧有关。对，也许是这部剧的这个人物让我变得更坚定了。检察官啊。所以就你今天一说你是学法律的，哎，我就一下就。对，我从你的梦想。哎，你就吃这么点，你饭量好小啊！我还要继续吃。要吃，好，你看我都差不多都快弄完了。因为遍地都是历史古迹，西安人的日常休闲格外仙风道骨。我们俩是互相看着对方结的婚的，我给他主持了婚礼，在一家干锅居，06、07年。这样看的。这里是大兴善寺，隋唐皇家寺院，也是笑雷没事儿就想在里面待着的秘密后院。行个注目礼，没办法，儿大不由爷。舞台上逗人发笑，
生活中，笑雷其实是个躲避热闹、喜欢安静的人。来寺院喂鸽子、喂蚊子，是笑雷独有的浪漫。我们俩干过最奇怪的事是，开车咱俩去哪儿？是曲江那边是吧？我们俩找一个没有开发的一片地方，然后两个人躺车里睡着了，就开始在车里睡觉，睡着了，然后睡醒了各回各。中年人的恶趣味。也没啥，就是这就是一种中年人避世的一种方法。比如他跟他老婆吵架了，半夜给我打电话，给我出来。我说为啥？你不管，你出来。后来自己可能气儿缓过来了，算了，没事儿。神经病。这刚下完雨，一反潮，半个腿现在都让蚊子快吃了一会儿。我咬了好几个包。我现在已经4个了，走吧。撤吧。撤。度过避世的1小时，出门就回到红尘。撤，我回来。接下来，他们完美演绎了笑雷段子里聊起来没完的西安人。撤！哎呀，我咬死了。那你撤吧。两人站在马路边，展开了漫长的告别。撤。回吧，你走吧。我走了。再见。我们现在换了个新场地，在那个。这咋这么大就放了？行，我撤。行呗。撤，你已经说了60遍了。我想想，我还有个啥事儿啊？没啥，算了，走吧。30分钟后，他们终于告别成功。西安方正严谨的城市骨架脱胎于隋唐，不管是新文化还是老做派，在西安生活，没有人绕得开历史。这是生下来就跟他们相伴的、深入骨子里的羁绊。今天，小武声称带儿子出来玩，爷儿俩起大早到回民街吃饭。大唐西是不是卖那个早市嘛？卖古董的，卖古玩的嘛。生活中的小武完美地演绎了老西安的生活方式。除了去买材料，他的日常活动范围仅限于城墙以里。脚蹬一双布鞋就能叱咤4季。上哪门造丝？那鸟能在水里游。大唐西市在唐朝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。丝绸之路真正意义的起点。古都西安人对古玩地摊兴趣浓厚，来这里淘宝是一场专业知识的考验。这多少钱？3万来。这个我年轻的，这个旅流的这个的，这生意咋样？可以，没真的。走那边先走了啊，回头片啊，没事到这石家门来逛来，好人嘛。给儿子买个蝈蝈贿赂一下，小武开始了自己的买。只要跟戏有关的老物件，他都无法抗拒。收入不高的他，已经买成了西市的钻石会员。再见啊。我给你装上来。买来的物件放到儿子书包里。你都买了4样了。哦。儿子其实是小武在老婆面前给自己找的掩护。我给你装上来。难得回家，白宇对于放松的选择却有点独特。去年冬天，白宇和朋友的滑雪之约被疫情打断。今年，大家决定以同样板类运动的冲浪来实现滑雪的约定。就是它这个起的过程不要那么急，对，不要急，慢慢做，所有动作做慢，不要一次性感觉自己能起来，咱慢，你可以慢，你可以哪怕多蹲一会儿，找到那个觉得能起的那个 timing， 然后再起。那我把它送下去了。不要客气，你早送我。哎，你这太冷了。再见。哇，太冷了。放松。好冷啊！啊，太冷了。放松，好，你先适应一下。
OK，好，然后往前带速吧。2口水，我这水确实美得很。没吧？没得很。想想人民欢迎你。美得很。转过来，这会儿感觉没那么冷了吧？这冷个毛啊！这会儿还冷。带速，双手抓住。好。白哥，你 OK 吗 ？OK 吗？你给手势，你倒了以后要给手势的，朋友。我白大哥好可怜啊，一个人在把那个位置没人，真的。他现在在做鱼疗，你知道吗？底下都是小鱼。远远的看到那个人在那儿飘着，真可怜了。很少有人第一次站起来的。你再来一回吧。刚倒那下呛了口水。不过你可以了，可以，真的可以了。你多来几次。很秀。哎，你记着，倒的第一时间松绳，小心手腕会受伤。 OK。God's sake。可以。这现在已经找到感觉了。后肩抬高，对。可以。再给点速。可以，真的可以。你一会儿能滑成这样子都不错。我估计悬，真的。可以。再给点速。哎，感觉好帅啊！我在这儿真的感觉贼帅的是我。胯往后，把后腿放，站直。松手，松。你果然是个奇才，是吗？突然对自己第一次，真第一次，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。我信了，真的，以前从来没。很少有人第一次就。真第一次。对啊，我也感觉他能起来就很少，就一下就找到那个点了。起来了，可以。蛮好的，能起来我就觉得可以。哇，那我要是起不来，是不是很丢人？能起来。别笑，你待会你自己。一会儿，我觉得我跟你一样，一次就能成功。谢谢兄弟，哪个样？一杯啤酒，我主他起不来，贼热贼疯。教练先给我们秀一把行吗？教练秀一把，我想看看这个运动的魅力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你看多帅啊！雅人这太帅了。他没有教咱这个下。你咋不教我们这个下旋呢？你这太帅了呀！学习。先换这个。太帅了，8一匹站着，人家这个落水都已经很好看，好不好？
向来稳重的西安人对新鲜事物却无法拒绝。在大西北挑战水上运动，正是西安人沉稳表象下摇滚的内心。明城墙是西安人的集体记忆。下午属于穿婚纱和汉服的年轻人，小南门早市则是满满的烟火气。秦腔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，是国内多种戏曲的鼻祖。父亲是戏迷，小武6、7岁就跟着父亲的胡琴唱戏。成立于1912年的秦腔艺俗社，是童年小武心中的圣地。虽然职业是做帽盔，但小武爱的是秦腔的一切。今天他来艺俗社，张罗帮老同事王平师傅收徒弟。火彩是秦腔的绝活之一，火折子夹在指尖，手中撒出松香粉，用来表现戏剧中烈焰飞腾的场面。现在他们都很少放了。近30年来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类特技几乎见不到了。马好哎，马好没给。叫我再去马好去。在哪？吹不像吗？这不敢鼓，不敢鼓，鼓对肺不好。小家啊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光能吹响，没调的。马号的设计原理比较费气力，吹不出声音或吹得太响都不合格。不响，哎，能吹响。几天都响了。哎，那没调，没有那个声音嘛。以高低强弱的变化吹出万马奔腾的嘶鸣，才是马号的正确打开方式。边吹马号边放火彩，营造的是铁军冲杀、四蹄见火的火爆场面。马号、火彩都尘封已久，几乎被世界遗忘，只有小武还放不下。暗暗为他们寻找着继承者，看着都美很。你啥时候把你这手机给我交来？遇到有年轻人对这行感兴趣，小武是极力撮合。拜师结束，他特意传了一个面局，想用王平师傅做的一手好面留住这个大学生的心。美人很呀，教了个学生，给学生把面做。你没吃过？你没。你尝一下。第一回。这平手这本事就靠你把这个好好给他，哎，继承了，哎。马号的为啥叫马号哎？第一个，他马号吹出来那个声音，它就像马的声音，所以它谢庆华叫马号。跳划船。马是前头以后那是就是跳着叉，马是前头。聊起戏，小武挡不住的神采飞扬。你把我教会了，我会吹马号了，然后你把他教会了，他会放火了，然后你再到先一个地方，然后你把这个用这个跟咱捞下来。老先生没有这个呀，带马号带火柴，真正的就是咱好好把这出戏，咱1天不成俺3天捞，3天不成俺说句吧俺半个月捞。咱是秦人，咱声音来秦腔，咱艺术社是秦腔的最高学府呀，对不对？为啥创办艺术社呀？移风易俗嘛，启迪民智嘛，辅助社会教育嘛。小武从小长在戏里，做人的道理都是从戏里学的。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走进陕西汉城县，唱遍全世界，是不是到美国唱去了？哎，走进陕西汉城县。如果说秦腔是陕西人的魂，小武就是这个城市魂魄痴心的守护者。在家里的笑雷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
跟刚上小学的女儿相比，父女二人的年龄简直不相上下。你看我们那个年代的泡泡糖，乏味的一天就从这一刻开始。上班前嚼个比巴卜，仿佛今天的段子就能五彩斑斓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这个名字就叫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团队7、8个演员都是90后，笑雷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82年的老人。今天的段子把演员自己逗得不行，但笑雷要确保每个包袱都抖得十足完美。后面那个纸条会更有意思。因为西安是个有历史包袱的城市，他面对的是难以大笑的西安人。生气的至高境界是不说话。因为西安人骨子里有很多很厚重的东西，这种厚重是西安人自己都释怀不了的。我段子说的，我说西安人介绍自己，一说西安，13朝古都啊，我们有什么什么呀，一定要先说这个。其实你说他真想说不是，但祖辈一辈一辈下来，就是好像这是这个城市的荣耀，我们永远要传下来这个东西。没有吗？没有吗？他们说是双胞胎，哪是双胞胎啊？不是，异卵双胞胎吧？开玩笑，你今天穿成一样是团建来的是吗？闺蜜装，专门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就是你觉得你的闺蜜特装是吗？很重要的词汇的话，闺蜜撒装，而且手上戴着闺蜜表了，喝的是闺蜜茶。所以你看，西安人在看喜剧看什么时候，他其实他骨子里有一些包袱，有一些负担，他比其他城市的人可能负担更重。他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在想，我要不要笑？我这么大气的一个这种感觉，我这么西北直男，我大情正声的这种说话方式，我得不得笑啊？我不能笑吧？除非怎么样我能笑呢？你讲个笑话真的怼到我脸上了，哎，这位帅哥，哎呀，你现在长得，哎，你长得还挺像兵马俑，哈哈哈哈，我会笑。为啥？因为你觉得我长得像兵马俑，你是夸我，他没想到是陪葬品，他就会觉得好笑。1、2、3。舞台之下，笑雷热衷自黑，说自己是无聊的人，过着无聊的日子，乏味的一天结束了。谈到女儿，笑雷的快乐才开始。他在忙啊，我幼儿园所有的通知是他给我转发的，我有的时候不看手机我都看不到，他给我转发。哎，你没看过我姑娘那个啊？我那天忘了让你看了。就是你如果不知道哪个是他，我给你看过这个啊。你如果不知道哪个是他，你只需要看里头动作最浮夸的那个是谁就行了，你就知道哪个是我。浮夸，所以我也正儿八经好好的。夜晚的西安属于烧烤，万物皆可泡的馍又闪亮登场。小桌子、小凳子、小串烤肉、凉干皮，坐在城墙根儿谝上一整晚，是西安人慵懒的夏夜标配。鲜嫩肉串滋滋冒油，辣子孜然，活色生香。不吃简直白到世上走。不是你今天还能吃啥？喝都喝饱了，信不信我一会儿给你吐出鱼？我不信。笑得很，呛水了没？没有，没呛。上来一顿打饱嗝，可以。倒满吗？倒满了，来走了。你随意啊，你随意。走了，第一杯走了，什么随意？走了，走。冰大门牙了这。夏天就是这种啤酒、烤串。啊，你欠我一杯酒，你喝了吧？别介，对，是不是因为我？因为你吗？我把这杯喝了。欠我，输给我了。他故意的。那故意啥？没听见。下回回来可以带你去秦岭转转。刘备良。其实我特别想去乌鲁木齐。去吧，我去年去过也挺爽的。真的，乌鲁木齐真的很好。新疆。你就把那独库公路自己开车走一遍，绝对的爽。你可以去那儿租个车。他10天可能乌鲁木齐只能玩北疆或者南疆，他挑一边玩。我帮他找。咱可以组织一下一块儿去。机会太少了，主要是。我跟小明最对，而且你的时间也没那么固定。你们说啥时候？我提前。他可以请年假跟我说。提前半年，我去。他这很满哦。他这提前2个月都跟你说不了，你还等着他给你提前半年啊？
1周差不多，行吧？1周还害怕，指不定又有一个什么事儿。哇，哎，给你提前半年。跟你现在出去玩就得选这种。啊哈。真的，我没想到他当演员会这么认真，因为以前他我感觉就是玩手工。我觉得他会做生意，我觉得他以后应该会做生意，不会走演艺这条路。反正他上中戏以后你也没什么觉得。上中戏以后，你就会觉得他不会出名。对，确实。心里话，确实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，是吧？真的，我当时没想到他会出名，因为是吧？出名以后是不是公众这么多奇怪？有没有奇怪？会有一段奇怪。他拍完戏，我们也没觉得他会出名。就我跟他，我们第一回去赛格，他做活动的时候，我们3个是想感受一下他这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没见过他工作，你知道吗？结果确实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。认真啊，那太认真了。人一旦认真起来，散发魅力。确实会有压力吧？这个彩虹屁吹的可以啊。压力肯定有，压力一直都有。我觉得只要干工作，你都会有压力。你要没有压力，你就不是一个有压力才有动力。对，你就不是一个好的，没动力就没有成绩。其实老白是一个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的人，他会自己告诉自己，因为这么多年了解他，他是一个就是会一直自己内心默默念的，就是我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样，我那个事情要怎么样，只是他不说。但是就是能帮你去排压呀，或者释放这种压力啊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因为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么多，就是一句最简单的，就是你想喝酒了，我来陪你就完了啊，飞过去或者在哪无所谓的事情。确实，我不是很想把他当一个明星看。我一直没把他。对，我也没把他当明星，就是想让他回来的时候能自己放松一点。平常都已经很累了，对吧？反正。所以说到这儿，其实为啥我这么喜欢西安呢？是因为西安是真的能让我放松的一个城市嘛。那能让我放松的城市，一是因为家乡，二其实就是因为你们。真的呀，因为我这么多年情感，我觉得就没变呀。这帮人在一块就还跟当时一样啊，该2的时候2，就真的让我感觉没变。所以呢，我借此也想说一下，不管是就是粉丝也好，或者说是媒体也好，请多保留一下西安这片净土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对，无论你变成什么身份，家乡永远有人记住你最初最真实的样子。各位再见，我们西安见，拜拜，咱西安见，兄弟们。因为我经常会做很多，去想很多本地化的一些段子或者一些想法，所以会有很多侵犯式的东西、冒犯式的东西，所以我经常会去想这些东西。我就觉得，你对这个城市不满有很多，但同时你喜欢吗？很喜欢，你还是很喜欢，因为你根儿在这儿，生于斯长于斯啊，恨也在这儿，但是你喜欢爱你也在这儿，没办法。我走到这任何一个地方，我想吃哪家吃哪家，又便宜又实惠，老板都认识，随便。就西安嘛，这就是这样喽。西安的冬天没有南方这飞马龙的城市里住着一群孤独的人。城市另一侧，小武和朋友正上演秦腔界的硬核 K 歌。现场伴奏的是彪悍的唢呐，听到心爱的旋律，小武笑得像个小孩儿。就在西安市，我的故事里有你们，我就是幸福的。我有一群老朋友，你们就是西安市，酸甜苦辣的有你们，这不是在玩笑。这里是西安，这里是南门，我们是听他们说，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音乐现场听我唱歌，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音乐
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快乐，也把我们美丽的西安介绍给大家。我相信现场有很多外地的朋友，只想跟你们说一句，给你们鞠个躬，你们辛苦了。深夜的永宁门属于听南门说，白宇也成了人群中的一员。人们在600年的城墙下尽情的合唱，稳重的西安人流淌出内心的孤独与狂野。你的心让我牵挂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青蛇高原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西安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城市，往右转你就感觉自己活在了古代，往左转你就感觉你又活到了现在。很多这些古代的东西，其实能保留这么久，它其实魅力一定是有的。也许当你们真正去了解了之后，也许你们会被它的魅力所吸引、所折服。西安古乐脱胎于唐代燕乐。这支创新古乐团曾做过一个《王者荣耀》的电子古风版，白宇加入乐团，实力演绎《滥竽充数》。用火影的一句话，这个城市的羁绊，你是火影村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在其他村子里头生活，没办法。只要这些古香古色的东西在这个城市存在每一天，这个城市的人就会一如既往的和这些东西为伴，骄傲也好，挣扎也好，想要摆脱他们也好，走出去。笑雷来到西安皮影博物馆，探索脱口秀和古老皮影相结合的可能性。我们西安最引以为傲的东西，仍然都是1000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。我们自己能给这个城市留下什么？就再没有一些新的东西了吗？为啥还是不愿意离开西安呢？还是因为有牵强。我觉得你在西安呢，就是说，一个就是喜欢这些传统文化的，研究的东西很多，让你一生都学之不完，用之不完。关公夫子盔完成了，宝光灿烂的盔帽里浓缩着小武的热诚。留学日本的张贝元回西安后，结合面人、动漫、雕塑，和妻子联手做面塑教孩子。以唐三彩侍女为原型，融合动漫元素的唐妞，现在是陕历博的官方 IP。康笑迪说，口哨也是一种乐器，希望自己的笑长安可以从西安走向世界。瑞士人文瑞科在西安工作已经3年，他带来世界前沿的酒店文化，也喜欢漫步西安的各个角落，感受本地生活简单而直接的快乐。回访上的人都爱吃的辣牛羊肉老店，传到孙振勇手里已经是第4代了。爱踢球的他正在筹划一场回访杯足球比赛。他在大明宫曾经蹴居的地方盖了一个足球场，让当下与历史呼应。在西安，我们遇到了盔帽手艺人小武，一个活在戏里的戏痴，戏曲就是他的整个世界。我们遇到了掀起西安脱口秀浪潮的笑雷，他以逗笑西安人为己任，用调侃表达爱。我们也重新认识了白宇，回家后的他是发小口中的白大爷，坦然露出最真实的样子。行走在古老又年轻的西安，每一步都踩在当下与大唐的繁华之上。地铁里回荡着考古报告的新闻，古城墙见证过多少青春激荡。大唐的骄傲被历史锻造成西安人的日常，弥漫在羊肉泡馍、孜然和油泼辣子之间。不管你的内心是孤独还是摇滚，不管你是务实还是狂放，你都能在这厚重的人间烟火中
得到祝福与慰藉。本节目由痛快中国燃的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。哇，3节课，拍我有什么用？拍的羊啊？啥呀？我们上班每天面对魔鬼山，它不可能不影响你。这感觉一点都不像在想象当中的戈壁新疆。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。